你认为预售屋的房贷要占你薪水的几成比较安全？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集影片聊了为什么这次地震没有影响房价，4·3大地震、花莲大地震。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好，那今天我跟你讨论预售屋的房贷可以占薪水的60%吗？先说结论，最好不要因为这样会变成你没有财务上防御的能力。那个民间一般都是建议你买房子这个每个月贷款最好抓3到4成其实有点难那现在的话，应该都是讲说一对小夫妻总共变成3到4成。你如果摊到一个个人身上的话，它超过5成也是很合理的，因为现在房价贵。那如果你给他抓到6成的话，你又单身，你房贷要抓到6成，那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了。你看你再扣个孝亲费，吃饭，油钱，大概就会连看场电影的钱都没有。以前还可以吃12锅的现在只能吃三妈瘦瘦锅这样。那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说没事，反正我就是省一点来过生活，这样还是嘎得过来有道理，但我会建议不要，因为像买房子就是要抓5年，你如果要省一点省个半年1年，我相信是个人都做得到，对不对？像我们男生们当初就被抓进去当兵1年了，对啊，我们也是忍过来了，对。我是拿到那个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花，这不是6000多块什么东西，我能怎样？然后我又跨县市，我要回家一趟，价这么珍贵，车票这么贵，那时候我没钱，对啊，那种苦日子我们都过来了，所以如果你只是要省个半年1年，我相信你能做得到。但如果你要忽然省个5年，未来5年我不要去考验人性，真的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我自己也做不到。就好像当5年的兵这样，我这怎么弄好，所以你要怎么确定这5年以内你都没有要用钱的地方呢？就算那个同事的那个红包白包应该我们年轻人比较少同事那边婚丧喜庆你都避掉了你没有朋友，那难道你要5年之内你都足不出户吗？不好吧，买个房子开开心心的事情怎么被你搞得房子买了之后你只是比坐牢好一点这样搞不好人家吃饭的菜色都比你好，你看着人家看着隔壁桌都要流口水这样，所以你应该要先考虑别的物件我就会建议就你要不要去看比较符合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中古屋之类的因为它比较便宜虽然我知道你会去看预售，就是想要住新房子这没有错那有新房子谁不想住我也想住但是中古屋也很好像我们现在去看了一些屋龄，虽然到16、17、18，可是它表现的还是很好那个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好到那个瓷砖的砖缝都还是原来水泥的颜色，对就屋主就没在住，你就会被你找到这种的嘛。你认真找的话 ，CP 值又高总价又便宜住起来其实也很舒服。而且你也不是住中古屋就要一辈子住中古屋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就在讲过房子怎么小换大旧换新嘛，同样的道理，中古屋只是你的起点而已你先蹲在中古屋那蹲一蹲之后，你就有能力去看预售然后你就买了慢慢缴了之后，交屋贷款办下，中古屋就看怎么处置你要把它卖掉或是你要像我之前拍影片讲到那个杰哥网红杰哥一样，你继续留着就是出租，就看你自己的实力，这就是一个解法，而且还可以减少你的房贷压力。台湾人平均一辈子会换至少3次房子，那你把第一次献给中古屋那后面就有能力有实力直接去漂漂亮亮预售屋，这样也很好而且很有余裕。因为你吃到中古给你的那个报酬嘛，对你去负担那个新的预售屋，虽然单价超级高，但你负担起来就不会那么硬而且每年的建筑工法跟建材都有在进步关于这个尤其最近又4·3大地震，你可以去查一下什么东西叫带原发工法带原发，它是一个那个结构技师然后现在你看有一个工法用他名字命名呢，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对。很屌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要去搞一间这样。好，那你晚一点换也能够换得更好。讲工法你可能没有感觉我们说电视来说好了，以前你要买一台65寸的电视，至少5到10万现在你要买一线品牌2到3万你就买得到了2、3线品牌那个中国来的超级便宜，所以你就知道
科技的进步是很快的，所以你先买中古，你再去换预售，哦，你可以吃到那个涨幅，好，那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无痛换上更好的房子，就建筑工法也好，建材也好，哦，那个布局也都更加合理，哦。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继续存钱，哦？我们以自产房地产的眼光来看，你越早上车一定是越好的，因为跑是整个大市场一起在往上跑，这样。那即使你现在手上是一个很鸟很烂的房子，那也没关系，它也是在这个大市场中，越早上车就是越好。而你没有上车，那你资产膨胀的幅度你就是0。那你先买中古屋的优势是什么？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涨幅理论，比方说你买这间预售屋，它1坪40万。5年后可能涨10万，涨到1坪50万，很屌吧？对啊。但是它隔壁的中古屋，本来1坪20万，就因为你预售的时候40啊，它突然变30万，然后你涨到50万的时候，它1坪给它涨到35万到40万，它叫每坪还是比你便宜15万以上，然后坪数还比你大，对啊，而且你看假设你看的都是30坪的房子，中古屋涨20万，去乘上30坪就好。它出来是600万，预售屋涨10万，一样是30坪，出来是300万，这中间的价差是300万呢。你先买中古屋，5年后你要买预售屋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头期款就凭空多了300万，这不是很好吗？你是不是就可以去看5年前你要买的那间预售屋，或甚至更香的房子，又或者你就带着这个300万，直接等接手人家新古屋。新古屋意思就是。就可能投资客买的，然后买了也没人住过，成屋了，成屋你去买这样，对，付完头期可能都还有剩，这样也是一条路啊，所以是你先上车再说了，先上车你就在车上，那你不上车你就一直掂量着自己的钱包，然后看着车越开越远这样，这是一个观念，那我不会说这个观念叫绝对正确，我只是说跟你分享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拍影片说出来，我就分享我这个观念。那至少以过去的10年来看这个观念带给我的好处非常的庞大所以给你参考现在还来得及啊，真的还来得及啊。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预售屋的房贷可以占到薪水的60%嘛？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付一个房贷要占到薪水的60%，再加上你每个月基本的开销，你大概每个月钱包都是空的然后你出个什么事临时要大用钱，你就要信贷了那信贷的话，还款期间短，利息比较高你就又会更痛苦了你会变得没有财务上的防御能力。而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买中古然后你再换预售因为买中古这样子压力初期比较小。你会过得比较轻松。我们先不谈那个什么我就是没有头期，我要去买预售的那种情况我们现在讲的是你手上有一小笔钱，你手上一小笔钱就假设200、300就好了，都还有很多中古随便你挑啦。你说300太多，好，那我跟你讲，在中南部150还是找得到东西啦对，那你也会过得比较轻松，而且中古的升值潜力比较高那等5年以后，你要从中古去换预售的时候，你手上也会多一笔现金。那到时候不论你是要去换更大间的，还是做更高级的装潢，都随你高兴。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说先买中古，然后后来又换预售的例子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看房子的那记得关注加按赞，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我会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讲八卦。我当然知道预售屋是很多人的年轻人的选择因为现在买中古屋就硬生生就差一笔头期款真的是这样那预售屋现在都很狂什么优惠付款中南部什么定价签68万、88万还是很多然后未来又是新房子，这整个就非常的去对年轻人的胃口。那我也不是说预售屋不好我也去看了很多间预售屋哇，那个showroom真的是真他妈的漂亮我都觉得你敢带女朋友去看预售样品屋的人真的都是勇者，你知道，这么豪华，这么美，这么奢侈的公设，那个垃圾间还可以开冷气你就不怕再带这个女朋友去看人家就跟你吵着就是要买但是我回归理性，我看一看，算一算价格，这个确实都是未来价那这个就要仔细考虑咯，你是否因为自己喜欢而去购买一个未来价钱的房子
好，那如果以理性来讲，当然是计算 CP 值投报率嘛。但如果以感性来讲，那就女朋友喜欢啊，那你住新房子请朋友来玩的时候，你很有面子啊，那这个真的就是看你个人的选择啊。我只是提出一个我思考，你参考看看哦。先说结论啊，你自己住中古屋还是住在中古屋，但是你屋龄不要选那么老的，这样 CP 值确实会比较高。毕竟中古的房子它就有硬生生的条件在那里更大的使用空间更便宜的价格，这就是摆在那里的事实嘛。很多中古社区管理也是很好啊，你去多看几间就知道了。然后预售屋就等你资格都用完了比方说你已经要第3间要买的时候只能贷款40%的这种情况，你再去看预售屋嘛，你就打个时间差嘛，对不对？因为预售到盖好盖好到对保这中间大概3年起跳，那你就自己算一算，你可能就先把中古买好，然后预售要对保之前撑过5年了，你的中古啦，那新房子要交屋缺工的关系都会拖啦，现在都会拖啦，所以你就形成说，你手上有一间中古先买起来放到第6年的第1天适用房地合一20%的税制的时候，你就把它卖掉。然后此时你的贷款名额你不是2间都中古，然后买1间预售，预售现在快要交屋了 ，OK 好，那你就把这个中古这一间卖掉，你是不是清理出一个贷款7成的名额出来？对啊，你预售对保你就可以用7成啊，这样子的操作就比较理想，它就可以兼顾你中古屋的 CP 值跟资金利用效率的 CP 值那这种人来买预售，我就觉得很合理，非常合理我现在自己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甚至就觉得预售可能要开始看了不然怎么办不然我再继续买中古的话，现在只能贷款4成，我自备要6成，自备6成不是说不能买，而是说如果是这样，资金有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去买预售 OK 啊，这个剧本就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理想的剧本。那如果不是就是单纯没有头期款去买预售那会有一点硬那你参考看看啦这是我的想法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成，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
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就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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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